我最近特别爱吃小龙虾拌面，但是这玩意儿每次做都是折腾半小时，完就吃5分钟，所以我打算研究一下，看能不能做点小龙虾浇头，这样以后想吃就不用现做了。然后为了能省点事儿，我刚开始想用现成的小龙虾肉，但是这种肉吃着特别面，就直接让我放弃了。后来我还买了好多种龙虾尾，不过虾尾不管怎么处理，做完了都有很大的腥味，所以它也不能用。那么好啊，既然条条大路都不通，那不如直接走老路。我们赶着早上5点半市场刚开门的时候，去一只挑了400斤活的小龙虾回来。到家之后，一人一个小板凳，咱们放下杂念，直接进入生产队。这些小龙虾刷完之后，我们就直接都给炸了。我的想法是趁它活的时候先炸，炸完了再去虾线，这样能最大限度的保证虾肉的紧实。不过这么处理起来就麻烦了很多。这400斤小龙虾，我们8个人分解了2天才分解完。我感觉我活到现在，拢共都没吃过这么多小龙虾。那后来干呢，给手指头都缠上膏药了，真是肿的没边了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光保留了虾肉和虾钳，脑子里的虾黄我们也都抠下来了。虽然很多人说这玩意儿不能吃，但鉴于我们的生命难度，我的理念一直是我只管今天吃的香啊，明天能不能活下去那是明天的事儿。收拾完这些虾，可算能消停歇会儿了。我们打算小酌一口冰白酒解解渴。这泸州老窖特取的冰饮白酒真的特别绝，酒体清澈透亮，喝起来口感冰爽醇和，绝对是浓香正宗的中国味道。这冰白酒每年夏天我们都得整2口，尤其天热的时候，那滋儿漏一口真是特别舒服。然后这些小龙虾肉，我们打算做成2个味儿的浇头。蒜蓉味儿的，我们整扒了40斤蒜，然后炒了一大锅蒜蓉酱，这现在空口就馒头都特别好吃。香辣的是用虾钳煮的底汤，所以这汤有特别香的虾味儿。就这些小龙虾呀，在我手里算是彻底给他们用到头了。最后要把虾肉分别放到2个汤汁里，再烹调一下。为了吃的时候方便，我们提前把芡都勾好了。现在这香辣味的是麻辣鲜香，特别入味儿；蒜蓉的也是有特别浓郁的蒜香味儿，就连这虾钳嗦了起来都特别有滋味。然后就把做的东西都打包了，现在只要有手，在家只需要2分钟就能吃上这么一份味道浓郁的小龙虾拌面和拌饭。但是这么算下来，这一份浇头光食材成本就要合到80块钱了。不过这种在小龙虾里找面吃的感觉实在是太爽，尤其是晚上饿的时候，要是能迅速的吃上这么一份大碟，我的天，我必须得说上一句虾门永存。就这个菜呀，我都能想到美食博主会怎么推荐它。最近发现了一道超级好做的美食，快让你的男朋友学起来吧。哎，你说男朋友要是学会了，那他妈男同事干啥去呀？对不对？再点缀一下子。你说他还要男朋友有啥用？你得给我呀！鳗鱼饭。你这啥玩意儿？这不茄子吗？虽然是茄子啊，但挺好吃，有那鳗鱼味儿。刚出锅更好吃。那也吃不着啊。吃不着你就站锅旁边呗，这不明白啥意思吗？哎呦啊，这川锅底儿也没有酸菜呀。天冷了，我爸招了川锅底儿。早上他安排我去买海鲜，他买酸菜。我说咱俩一起去买海鲜呗。他说不行，买酸菜重要，买不好容易臭了。哎呀，他那点养老金都要捂出蛆来了。我就纳闷，我一个独生子，他怎么想不明白呢？还是我妈实在，我买东西回来发现她给我找个这么大盆，我说我也不是上货去了，至于吗？但这个盆我真相中了，我老了洗澡肯定能用上。来吧，吃香香了。东北的海鲜川锅底了解一下。我实在没想到这大铁锅居然有小的那一天。这只没挤进去的让我们包饺子了，这只一直在锅里煮着，主要是给酸菜借借味儿。这只是我姑，大伙都在那吃虾呢，她干一盆虾片。好在我弟没随他呀，上来就问我今天是不是手把虾。这家伙3口1只虾，吃得自己直上头，完了又干一瓶外星人电解质水，这玩意儿零糖零卡不怕胖，还能快速补充水分和电解质。你说吃着海鲜喝着外星人，1斤称不长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我们家这些活爹呀，说愿意吃饺子，全回屋包饺子去了。时间过得飞快呀，他们再出来天都黑了。这外面又黑又冷，我说今天到这吧，这给我二哥急的呀，说别介呀，生蚝还没下呢。你说他包2个小时饺子，他不惦记，他惦记外面那点生蚝。这帮夜猫子越吃越饿呀，这羊肉馅和螃蟹馅都汆成丸子了，这盘白肉也全下来了，就连这痛风的饺子汤都呼呼喝呀。我说这不是向往的生活吗？我爸问我啥意思，我说就一堆城里人跑山里冻得嘶哈的，还整挺快乐那出的意思。
我最近收着一份超大的快递，是我一个卖海鲜的朋友在听说我爱吃虾干之后，给我寄了200斤活虾。我收着快递的时候都懵了，我寻思从来也没见过谁给人送吃的直接送原材料的呀。那我心说，这不只是活虾呀，这不他妈纯纯是我活爹吗？但是虾都到了，也来不及骂街了，就只能硬着头皮干了。这些虾我们处理的老仔细了，每只都抠了脓包和虾线，而且为了能保证成品尽量完整，我们是从虾脖子那抠了个小缝，挤的那个脓包，完了再把那虾线连根拔出来。要是拽折了，还得用牙签把剩的虾线再挑出来。这200斤虾大概得有2700-800只，那处理完之后给我们手都要扎烂了。不过煮虾的时候实在是太满足了，我从来没闻过这么鲜的味儿，相当于是一锅汤里煮了3000只虾，那屋里那味儿浓的呀，我感觉谁要是狠身喘一口大气儿，当场就得痛风。这些煮好的虾放到烤箱里慢慢烤酥就行了。完了看炉子的时候没啥事儿，玩手机正好刷着一个官方的今天活动，稀里糊涂点了2下就中了一个2024，没想到连转发拉人的套路都没有，2000多直接就提到微信了，估计是新出的活动，中奖概率高。链接我放在评论区置顶了，能点开就是能参加，反正也不花钱，你们要没啥事儿也可以去试试运气。当然烤虾这事儿确实比我想象的要麻烦一点，烘干箱出一锅得15-16个小时，烤箱最快也得3-4个小时，完了还得翻好几次面。我一共准备了3个烘干箱、6个烤箱，还有2微波炉，根本就打不开点。我寻思这玩意儿塞里就好呢，没想到还是个挺熬人的活。后来到半夜的时候实在挺不住了，还有20斤没装进去，我们这人都把它们吃了，那结果呀好像没给自己撑吐了。这些虾整整烤了1天1宿，到最后200斤虾就烤出了40斤虾干，这个缩水率我觉得还是挺夸张的。但是烤完了真的跟那些卖300多1斤的虾干是一样的，就外皮都烤酥了，一咬就成渣。虾肉是那种像比较干牛鱼丝似的口感，就越嚼越有滋味，完了还能吃出来虾的鲜甜。除了原味呢，我们还做了点椒盐和香辣的，我感觉哪味都挺好吃。也正是因为这虾干给我吃嗨了，我现在觉得其实有一个乱寄原材料的朋友也没什么不好的。虽然我每次去他家买海鲜，他多少都得差我点秤。咱奶啊，虽迟但到。我们在哈尔滨嘛，我奶整个11过得都非常谨慎，一步都没出过门啊，一步都没有。但是这老太太吧，身体非常坚定，肠胃却很诚实。昨天实在憋不住了，给我打电话唠了半个多小时家常。我总结一下子啊，中心思想就4个字儿：奶馋速归。奶馋了，咱说奶馋得有包啊，他吃上心不慌啊。今天这包子是茄子馅的，茄子块挺大，我就没切肉粒儿，但肉末必须得多，要我奶该以为是素馅的了。上我奶奶酱骨棒是老演员了，这盖儿一周开，我的妈呀，一道小香。前2天吃杀猪菜，我藏块五花肉，寻思我奶批评我爷的时候拿出来，现在看起来可能是等不了那么久了，我奶再不干点肉，可能要没劲批评我爷了。炒了一个口蘑肉片，还整了一碗牛奶南瓜粥。这个黄色小球它也倒记了，给我奶扒了一盘。这个灌焖羊肉啊，你们一定要学一下子，是罗宋汤的口，属于俄罗斯菜系。方子我打出来了啊，你这要再懒，我就差他妈喂你了。来吧，吃香香吧，茄包、黄球、红蛋、大骨、口肉、番鸡。排玉玉汤、灌羊、牛腩、小黄，打包准备出发，再给奶送点奶，这都是趁识货 APP 有活动时候囤的。你像这个豆奶、可乐，这都1块多，牛奶20多1箱，元气森林都半价包邮，好家伙，赶上上货了，天天抢购链接和188福利放评论区了啊！我跟你说，有些事儿错过了就是一辈子。拍一拍，拍一拍，好好拍一拍。吃没了，我给你们俩打电话。